手下倒是个有眼色。张太尉这番扭捏打扮，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潘郎君。男人将领法度森严，今日打不成了。北面的那条南清河，是客军乘背水之势，被南清河和护城河两条河流夹在了中间。纵使有千军万马，也难以施展。若是随众从东面攻入，那唯一的路，便只有移山之下的那一条。而那条路面不过200步，地势狭窄，易守难攻。如果他们攻上了山，以居高临下之势，那又被南清河所阻碍，同样也是无法展现兵力。由此可见，令郎下寨的位置是选得极佳的。赵小郎将几个指挥内的弓箭手一并布置在了副城内，便是兴大兵强攻，也未见得便能得手啊。小畜生自作聪明，当不得贵使的名赞。太尉过谦了，令郎虽然年轻，但已有大将之风范呐。二郎们将一湖36支狼牙箭尽数用完，一都100人，便是3600支箭，可保万全无虞。少诓我，你这一都何尝能有100人？100人没有，80人总是有的。善射之士南巡，在各指挥皆为精锐旋风，又或是亲近卫士，谁家吃空饷，看吃到这里面呢？那是和自家性命过不去。这些拨张弩是哪儿来的？此番出征之前，太尉专门从大内5户之内请出了100多架弩机，裁汰了受朝重铸的，还剩下66张。这还像些话？拿着。人手若是不够，我再调2队人马给你。不用不用。嘴硬。上弦的虽说不及弓箭手耗气力，可真打起仗来，难免会有筋酥骨软的时候。交替着喘一口气，关键时刻能顶大用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承旨，承旨，承旨，来了，来了，承旨。好生说话，说仔细了。承旨，贼军来了，东面。传令全军据城10里下寨，事后前出200步，遮蔽大军左逆。叫弟兄们都小心点儿，那城里怕是有古怪。走，张彦泽脾气大是真的，可若是论及用兵，天下藩镇众将里，及得上他的人恐怕不多。想让他大义轻敌，吃上一个小亏，怕是痴心妄想了。贼众虽远来疲惫，仪态骄纵，却是无懈可击。张彦泽旧长荣绩，先帝与当今2代天子厌极了他，却始终不夺他的兵权，果然有些道理。今日打不了仗了，让儿郎们谨慎些。诺，张逆没有攻城。这9长容积，
不拘于这一时半刻。臣内如何？回禀领公，钱粮、米役诸事都已安排妥当。自今夜起，京师恢复宵禁。不过一个白日，如此已是不易。民状如何？回禀令公，昨日入城的民状已编户7000有余，聚成了70个壮都。还罢了。各邦国结镇使馆可有异动？回禀灵公，两边的随员都已打散，编入了亲军。行馆那边，桑相公于晚间时分已经过去安抚了。桑国桥，周礼有云：“邦交者，问也，聘也。”如今，贵国天子弃国，北朝大军逼临京畿，公卿必位，人心思变，鼎益之机只在选种之间。冯国公酷命老臣，上不能奉君王安社稷，下不能治六军抚黎庶，竟然逼废国礼，拘禁使臣，驱使上国之士如遇奴仆。唉，国乔相公此来是问言，是聘言？徐鼎臣，你依旧是只有这些废话吗？礼崩乐坏的是大晋，不是大唐。那若是杜重威将河北州郡举手奉于北国呢？先帝做得，杜令公自然也做得。杜重威能卖河北诸州，却未见得敢卖河南。桑某干。燕云16州，便是桑某卖于耶律氏的。论及与北国做买卖营生，杜重威怕是越不过桑某去。千古名册在上，你桑为汉，便是那华夏明教第一罪人。已经是了。多卖几个州，也不过依旧还是。既然如此，能让鼎臣兄的大唐毗邻北国，能让淮南郡县也知道什么叫做大草谷，什么叫做倒灶菜，什么叫做米肉铺子，能让江宁城里的君臣公卿们一息硕精，桑某于愿已足。桑国乔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冯令公说，咱们大晋没出息，能降北国，不可以降腋下。皇任张彦泽，那是尔等的事啊！也是尔等的事。国乔，辛苦了。持国秉政，桑某不及令公；卖国求荣，令公不及桑某。徐铉答应了。契丹天子驾抵京师之前，南唐不会与杜重威和张彦泽交通往来。二贼若是有信使内奸，徐铉也会带南唐徐家婉拒。编入侍卫亲军的南唐使团护卫，徐铉遣了南唐枢密院北面防通事官李元清协助编练弹压，城破之前当不会为乱。京师之乱平复之前，南唐方面不会借机向吴越用兵。下官水丘替大王谢过桑相公。桑相公，请恕小子无礼。若南唐不肯就范，执意和张彦泽书城示好，相公真会卖了河南、河北诸州吗？司空，子非
水秋公，我想知道答案。以前郎所思，桑某是该卖还是不该卖啊？小子不知道。小子自幼书法受教，读了许多圣人诗书，夫子著《春秋》，乱臣贼子惧。可不管怎么说，卖国纳土总是不对的，是吧？前郎既知是非，今日又何必再有此问呢？若在杭州时，此事无可争议，必然是不对的。然则，自此番中原之行以来，小子却是越来越糊涂了。原本以为的是非，似是而非。及至今日，方才听了相公所言所为，小子心中浮现出是非二字，竟突然觉得，此时来问及是非，如问鸡鸣，何不食肉糜？荒天下之大谬。为何会如此想？小子也不知道，只是心中一时疑惑，便问了出来。还望相公恕罪。年轻真好啊！相公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桑某痴长一些岁月，见识阅历稍过于前郎。郎君可愿信桑某一言？愿听相公良言。是非是有的，一定是有的。千秋史册在上，江山梨树在下，此事万古不易。无论因何人何事何等情由，卖国求荣，将16州军民土地拱手奉与耶律氏，使华夏故土卑视穷庐，祖宗故人皆从左任。此乃桑某万世之罪，此乃中原万世之耻。翌日若有人与郎君言，先帝迫于形势，桑某无奈为之，请郎君莫要犹疑，当即扑杀此了，与世人除此奸恶。再派50个人，今天晚上调到那边去，守住那个口。啊，好。你在干嘛？回禀将主，卑职钱洪树，听候将主差遣。你以为是闹着玩吗？这打仗会出人命的！回禀将主，卑职知道。哎，三哥，哎，三哥！方军，少时贼寇攻城，兵凶战恶，见识无眼，可没人照顾得了你啊！回禀使君，卑职知道。郎君知道还要一意孤行是吗？贼众围城，天亲在即，区区一个吴越国检校司空，在京师之内一文不值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卑职吴越亲卫第3都小校钱洪处，听候使君将主军令。你拉开弓吧你！行了。卑职可以迟钝。
小米出营了。铁骑5000，兵卒1万，共计6军，还有契丹1000。传令下去，各指挥紧守城墙，不令擅自出营者力战。大声喧哗蛊惑军心者力战。动！击鼓。骑兵第1响曰宣阳门，第2响曰营出门，摆步慢手。叫弟兄们都长点眼，不要跑进营出门半柱之内，小心吃了那些童子的亏。一拳300到500步，3拳就差2到3里地啊！你大宝把人撞得很，保证我10来里也没打紧啊！拿起来这人让他10圈，通知各指挥进行半个时辰放慢。是。这11个，少50辆，2个马军指挥都用过5发了。第10圈了。明军，让齐军回来。
赌一把？赌一把。神权千两！想嚷嚷什么呀？不是你说赌一把吗？我给你赌一个金刀子，是张太尉给咱们下的套子。啊！这手下倒是个有眼色。张太尉这番扭捏打扮，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潘郎君。男人将领法度森严，今日打不成了。步军先退，骑兵断后，收兵用饭。太尉，令郎此番错之，颇具大将风范啊！他日成就，不可小觑。不就是从头说到尾，死也不动他吗？咱们在城墙上不也是这般？司空说的是啊，小畜生担不得使君的谬赞呐。吃这饼还堵不住你的嘴啊！来，谁就给我先。再给我一碗。要不是我当时及时拿盾挡住，他又得中一箭。你这却又是何必？何必？人都死了，败与不败又有何用？因为他本不该死。这个世道也本不该如此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世上的许多事儿，你不得不去做，却不等同于这些事儿都是对的。事到如此，或许无可奈何，或许被迫无奈，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。可是非总该是要有的。不管旁人如何说，如何看，自家心里一定要知道，这是错的。可世道的错也是错。不能因为世道的错，顺着世道做的事儿，便都变成了对的。什么人？滴血！滴血！怎么了？有人偷场！偷场！拉着他，跟我走。别队，给我上前！给人给我赶下
应该是从西面绕过来的，否则纵然是走路，他们应该也能听得见。夜里行军，不能骑马，但他们却得带着马来，否则一旦失机，他们想逃都逃不掉。那他们应该是牵着马过来的，将马放在西段护城河边上，着人看守，然后再徒步从冰面上过河，再用钩镰之类的东西挂着绳索攀上了城墙。这样，我带一个骑兵指挥出去，从西面兜个圈子绕回来，将他们的马全杀了。张太尉打了这许多年的仗，你觉得他会安坐在大营里，等着你先宰他的马，再杀他的人？来，你信不信？只要你的骑兵一出，离开寨子1里方圆，就会从野地里凭空找出1000骑兵来，将你连人带骨头一并吞了，一根骨头都不会吐。这么大的城池，就算他趁着夜色送上去100-10来颗人头，又能记得什么事？再者说了，1万人以上的大军调动，火把都没点上几根，这夜下的兵如何能够夜间视物又不乱阵脚？依我看，张太尉此番布置，不是为了投诚，是为了撬开咱们的城门。咱们现在就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，不把咱们给拔了，他是没法安心攻城的。不就是个破寨子吗？啊！也知得太尉如此殚精竭虑，为了赚那寨中守将出来，将5000骑兵派到南面去设伏不说，将自己的亲卫孝杰都放到城楼上做了饵，本钱不可谓不大呀。不过，这寨中守将竟是个属团鱼的，连头都不肯伸出来呀！京师之中，何时出这等人物？看来有料，下不得你若是张太尉，将大营扎在南清河畔，又会将粮草辎重摆在何处呢？那自然是越靠后越好，越是靠后便越安全嘛。能有多靠后？